抑郁后，我患上了失语症。生无可恋的我推开窗子爬上天台，却突然听到家里的小猫对老鼠说：“喵的人漏水异响了，喵不会修，你要是修不好，喵就咬死你。”猫哥，我能修，3代单传的修人手艺，给个机会。漏水？什么意思？难道他说的漏水是指我的眼泪？那他说的异响是我的哭声？赶紧去给喵修，要是修不好，喵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残忍！猫爷别生气，我这就给您去修。我修个锤子，大傻猫，别溜了！气煞咪耶，竟然敢当着咪的面骗咪，咪非废了你不可！这家伙疯了吧？这特门可是22头！点点，妈妈桑，你快放开咪，咪要给你报仇。妈妈桑现在病得很重，不能再耽搁了，咪得去给他找更厉害的修理工。自从抑郁症愈加严重之后，我每天都过得浑浑噩噩，仿佛被整个世界遗弃。我知道自己是个极其不称职的主人，所以我每天都开着门，让它能自己出去上厕所、遛弯儿。这10多个放满猫粮的洗脸盆，已经是我这个废人能给出的最大爱意了。点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牵挂，但同时它也是我求解脱路上的束缚。我曾无数次在心里想过，如果哪天它顺着那道门缝离开，再也不回这个家了，那我便可以心安理得地走。但是它从没有过哪怕1天的夜不归宿。不仅如此，它每天都会雷打不动地给我往回叼各种奇形怪状的礼物。我以前一直误以为他把那些恶心的东西带回来是故意吓唬我、报复我不给他铲屎，直到今天听到了他说的话，我才明白原来这只小猫一直在用它自己的方式拯救我，从未放弃。人，你好像有点坏了，怎么漏水变得更严重了？整个枕头都被你弄湿透了。不过你别怕，有咪在呢。咪今天找了个最厉害的修理工，一定能彻底修好你的。有鳞片，哇，这是……蛇！滚开！我竟然喊出来了！猫哥，猫哥您看，人我给您修好了。要是没啥事儿，猫哥，我是不是就先走了哈？点，不漏水了，太好啦！人，喵终于把你修好了。那个每天会笑、会陪喵玩的人回来了。点，你阿巴，好吧，有好转，但不多，语言恢复程度实在有限。刚才那声纯粹是被逼出了潜能。风紧扯掉，神经病猫太下蛇了，这钱不赚了，溜了。猫哥，都哥们儿，别这么客气，我自己走就行，真不用送。人还没有完全修好，咪让你走了吗？咪让你抬头了吗？咪让你吐舌头了吗？跟咪卖萌，你有我萌吗？喵让你呼吸了吗？还敢跟咪装死？欧啦！足足打了200多拳，黑王蛇也是硬气，挨了200多拳一声没吭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点点第一拳就精准地打到了黑王的声带上，他当时根本就喊不出来。看在你修人有效的份上，今天就不打死你了。不过你得留在这里，直到彻底把人修好才能走。不行，万一你走了人又漏水怎么办？没喵同意，你哪儿都不能去。你敢离开这屋一步，喵就打你500拳。黑王我啊，这辈子算是值了。思，太皇太后，您热不？需不需要奴才过去给您量量手？不用谢谢，你千万别靠近我就行。好嘞，收到。
不过奴才的身体超级滑溜，冰冰凉凉，手感一级棒。您真的不再考虑感受一下吗？你能看懂手语？那必须的，奴才的第一任主人是聋哑人，奴才也算是书香门第出身的好蛇。后来主人出车祸走了，我也就没人要了，一直四处流浪，直到今天碰见了这只超熊猫，它不由分说上来就给了我200多拳，让我给它修人，不修就弄死我，也不问问我到底会不会。蛇蛇我好可怜啊！点点这么霸道不讲理，说到底都是为了救我。这条蛇也的确是被我无辜连累的。黑王，对不起啊，点点他其实是帮好猫来着。你先走吧，没事儿，我说的。我不敢，除非他亲口同意。人，你在干什么？但我忘了，点点是个纯粹的武将，他根本看不懂复杂的手语。唉，小黑，看来你确实是手艺蛇，来不到1天，人已经比过去1年活动的都多，也不怎么漏水了。咪想让你一直留在这里，但人都发话了，咪不能不从。你走吧，下楼时候小心点，别被哪只不长眼的流浪猫狗当辣条嗦了。太皇太后凤体未愈，奴才实在放心不下离开，奴才自愿陪在太皇太后身边，直到凤体无恙为止。就这样，我家在经历了一场鸡飞狗跳后，又多了一条神经质但温暖的爬行动物。艾玛，多久没吃过这么像样的玩意儿了？99成稀罕物，早说包吃包住。小黑，我不能挨那几百拳呀！皇上吉祥，太皇太后吉祥。咪出门打猎了，你在家给我老实点。太皇太后，皇上出去打猎去了，小的陪您唠会儿嗑，解解闷儿。您金口玉言，想说话小的洗耳恭听，不想说就听小的给您讲些趣事打发时间。我刚开始流浪那会儿，碰到过一个姐姐，她跟您一样，被原生家庭和烂感情折磨得不轻，抑郁成疾。那时候每天姐姐都会来桥洞边找我，跟我诉说她的悲伤。后来姐姐话越来越少，我看着着急，就总是不断没话找话的跟她说，想让她开心点。可惜啊，黑王的话姐姐听不懂，她来的次数也越来越少。最后一次见面时，她的眼睛里已经没有了光。我们动物只要一感受到痛，就会立马逃窜，跑得越远越好。下次远远见到痛源，都会退避三避，这是上天赐给我们趋吉避福的本能。可你们人类不一样，越痛就越要往痛源钻，从来不知道逃避。高级动物头这么铁，也不知道比我们高级在哪儿。明明连死都不怕，却怕那些无关紧要的关系责任。蛇蛇实在理解不了。是啊，原生家庭的高压和情感创伤让我这么痛苦，可我一边痛苦一边还渴求的接近，即便再难受，从没想过和原生家庭切断。人的痛苦很大程度上真的是自己找的，这些所谓的责任真的没有我的快乐重要。死丫头，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？什么时候往回打钱？你弟弟还等着这笔钱交学费，你想干什么？这姐姐当的这么没有责任呢？不就是跟你爸去你们公司找你要点钱花，多大点事儿？至于辞职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辞职了，少打那3个月的钱也得抓紧补回来。怎么不说话？天哪，都辞职10多天了，你不会还没找到工作吧？咋那么待得住呢？成天往家一躺着吃，怎么睡得着的？林墨，就装哑巴吧，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？上学期间，我就是不停兼职，才勉强让自己读完大学。毕业后，我连温饱都没解决，就要每个月给家里打2000块钱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。可偏偏公司的现金流出了问题，3个月没发工资，他们来公司拉横幅闹事，逼得我辞职。我确诊抑郁症，他们说我是装的，是懒病，我真的连呼吸都没力气了。太皇太后，太皇太后，漏水漏得更厉害了，这是要出大问题啊！黑王没骗我，被他缠着真的好舒服啊！太皇太后，以前主人最喜欢我抱抱他了，无论他多么不开心，这么抱一会儿，他都会笑出来。混，小泥鳅，休伤无补，你废了！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，咪说的。等一下，猫哥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！太皇太后，救命啊！杀蛇了！我靠，彪哥还有这么娘们儿的一面！圆脸络腮胡，是个好苗子。兄弟，这就是你要修的那个人，漏水严重，还有异响，动作迟缓，坏成这样还修毛啊！我给你寻摸一个人矿好的，换个人开省心省力。急了，
你看又急，放弃吧，人的发动机坏了，修好了也全是暗病。你这猫不识好鸟心呐！我说修不了就是修不了，你打死我也修不了。外面这谁呀？这么勇，铁脸开大了，被揍成这种样都一点不怂。我靠，这也是坏人的宠，他不配。这是会修人的辣条，也是咪给人找回来的玩具。皇上说的对，奴才就是给太皇太后解闷儿上的玩具。妈妈耶，揍我这虎比这么猛吗？嘿，兄弟，哥，爷，闹着玩呢，你这猫咋不识逗？能修咋不能修？包在我身上。瞧瞧，我的老伙计，你的力度简直像老奶奶的咀嚼肌，你这只愚蠢的土拨鼠。家里住进这只鹦鹉后，加上黑王的废话，我竟然好几天没漏过水了。默默，我好想你，我现在过来找你。顾城这个恶魔，他吃我的花我的，出轨，空窗期没钱了就来找我，拿到钱就走，我就像他随手吐气的玩具。我恨他，更恨这样软弱，哪怕被剥削也下不了决心切割的自己。喂，默默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小蛋糕，这就过去找你。你找你妈，滚蛋！你那边怎么有男人？你是谁？我是你爹还我是谁？以后不许再打这个电话，不然弄死你！口气这么大，你混哪儿的？盘个道！爷大哥是黑王，二哥是虎彪，你跟我盘道，连你大哥也顺手摁死，不服就过来碰一碰。社会没有参天树，我叫秃子，你记住。秃子，你不怕电话那头的人真过来找你吗？来呗，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，打得过我就打，打不过我就跑，跑不了我就死。多大点事儿，哭哭哭就知道哭，哭有个鸟用。林默，不管你跟你爸妈还是那个渣男有再大的恩仇，如今也还清了。他们既然毫无心理负担的伤害你，那他们就不会爱你。你不要以为他们有多重要，真正重要的人是你自己，是虎彪。虎彪为了修你，小母猫也不找了，每天到处问谁会修人，回答不会的，上去就是一顿大逼兜。附近这圈都被他揍遍了，他不是人，你可当个人吧。是啊，我不欠任何人，父母生我却不爱我，恩情早还清了。顾城只有伤害，更谈不上欠。我不该向伤害我的人祈求爱。秃子，你说的对，我应该振作起来，就算不为自己，也为了点点，为了黑王，为了秃子。秃子，是什么让你每天都这么快乐？教教我。简单的嘴臭，极致的享受。彪子，每天这么累，背着我们做绝育手术了，不知道鸟爷吃劲儿吗？我的抑郁症已经基本痊愈，可点点每天为了养这一大家子，累得连遛弯的时间都没有。我是时候担起家长的责任了。在点点和动物们的帮助下，我在家开了一家小小的驯兽所，还收养了很多无家可归的小动物。现在我家已经有一只猫老大，闲散猫咪小弟30多只，2只鹦鹉，3条蛇，5只青蛙，8只荷兰猪，日子越来越好，家里再也不是从前昏暗压抑的样子。白眼狼，这都多长时间没给家里打钱了？不找工作是吧？那就跟我回去找个人嫁了。我不会回去嫁人，要嫁你就自己嫁，我也没花你们的钱，我工不工作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上班是吧？好，这就带你去相亲嫁人，拿彩礼给耀祖娶媳妇儿。放开我！救命！救命！住手！别吃我，我肉老不好吃。敢欺负林姐，吃鸟爷一记千将真理！不嫁了，不嫁了，钱我们也不要了，放过我们吧。谢谢你们，我终于彻底自由了。小林，你这闹什么呢？邻居都投诉了，说你这里跟闹鬼似的惨叫。而且你养这么多动物，我这房子不允许你再住了，赶紧给我搬走。好，押金我不要了，今天我就搬走。算你识相。我要开始新的生活了。
借此机会，我彻底切断了和爸妈还有顾城那个渣男的所有联系。旧的林默已经死了，现在活着的是全新的我。兄弟们，欢迎来到我们新的动物王国，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。新场子不错，小的们都给我精神点，开门营业。林默，你躲在这儿开这么大的店，过上好日子了是吧？顾城，你居然还找上门来！少废话，最近手头紧，给我拿2万块钱出来，不然你这破店今天就别想开了，我给你砸个稀巴烂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底细，我可是找道上的乔四儿哥打听过了，你在这装神弄鬼，什么秃子、黑王、虎标，纯扯淡吓唬人的，你让他们出来啊！看我不给他们一个个脑瓜子削了！哦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一会儿他们出来，你可千万别跑。敢在鸟爷的地盘撒野，信不信鸟爷拔光你的毛？这什么鬼鹦鹉？怎么还骂人？切，不就是群宠物吗？林默，你少跟我在这儿装蒜。你现在乖乖给我拿钱，咱们还有的商量，不然就地上这些小土球，等一会儿我一脚一个，你的损失可就不止2万块钱了。动手吧。小五、小眼镜，还有那个新来的叫小马的，你们仨出略。这家伙就交给你们这几个新人解决，正好当做入会考核。实力不行的，趁早给我滚出基地。好样的，都给我精神点儿，别给咱们丢份儿！啊！什么鬼东西？林默，你这个疯女人，毒蛇都敢养，是不是想杀人？看我偷袭！别过来，离我远点儿！不知好歹的东西，这下知道收敛了。秃子，教小黑唱首流行歌听听。好嘞！和这群可爱的小家伙们生活在一起，我也成了个话痨。现在我的世界满满都是阳光。老大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那个疱疹先动手的。抱枕先动的手吗？你还有理了是吧？这个月你拆了3个沙发，弄坏了10个抱枕。你以为你主人把你送过来是让你来度假的吗？那抱枕软绵绵的，口感那么好，没忍住。去面壁思过，甜甜没回来之前你就在那待着。欢迎光临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？走快点行不行？磨磨唧唧的，耽误爷巡视新领地。那个，请问您是林老板吗？我是。太好了，我听说您这里非常厉害，能治宠物的各种问题。林老板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。没关系，你慢慢说，不管多离谱的症状，我都能接受。我这狗天天骂我，又跟人说我骂你，哼！真的，林老板，我不骗你，我每天一睁眼就听见他骂我。他叫芝麻糊，我吃饭他骂我吃的像猪，我睡觉他骂我打呼噜像拖拉机，我打游戏他在旁边骂我菜的头脚。最过分的是，我前天去相亲，他居然在旁边骂我长得丑，活该单身一辈子。不愧是边牧。我去了好几家宠物医院，找了最权威的专家，结果医生全都让我去挂神经科，
说我这是严重的幻听，建议我直接住院治疗。我都快怀疑自己真的精神出问题了，每天晚上都睡不着。后来听朋友说您这里特别神，什么问题都能解决，我就过来试试。还敢带爷出来？等会儿看爷不把你那点破事儿全抖出来，让大家看看你个单身狗有多丢人。这狗的嘴都快赶上秃子了，难怪这小伙子被折磨成这样。沈先生，你先别激动，我来看看这孩子。你为什么天天骂你主人啊？哟呵，活久见啊！竟然还有人能听懂爷说话。你说该不该骂？每天就知道工作，从来不管爷，也不带爷出去玩。好不容易带爷去遛一次弯，他自己看手机掉下水道坑里了，还怪爷没拉住他。你说他是不是脑干缺屎？这确实有点离谱。你也能听见芝麻糊说话？对，我能听懂他在骂你。我就说我没病，我就说我不是幻听。那些庸医还让我去精神病院，还让我吃药。终于找到组织了，我太难了。我叫沈宇，是个程序员。半年前，我加完班走在路上，突然就能听懂动物说话了。一开始，我以为是自己天天熬夜写代码，把脑子熬出幻觉了。后来我发现，家里的狗、楼下树上的麻雀，只要它们张嘴，我都能听懂。尤其是芝麻糊，嘴特别毒，天天怼我，变着法的羞辱我。爷那是陈述客观事实。我去看了无数医生，做了脑部 CT、核磁共振，所有人都觉得我精神有问题，让我去精神科报道。我都快抑郁了，每天被狗骂就算了，还要被人指指点点说是神经病。今天听见你跟他说话，我差点以为我在做梦。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这种能力。这小子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。敢说谁不聪明呢？你个小破猫，敢这么说爷的铲屎官！爷骂他可以，你算哪根葱？信不信爷一口把你咬成2截？这狗要倒大霉了。敢跟喵这么说话，你也不打听打听这片谁是老大？老大，我错了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放过我吧。好了，点点，别吓唬客人了。喝点水压压惊吧。其实我们的经历出奇的相似，我也是突然某天就能听懂动物说话了。太神奇了，我一直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这样。林老板，不，林默，终于找到同类了，这种感觉真好。人坏了可以修，狗坏了就得挨揍，懂不懂？懂了。彪哥放心，我以后再也不骂我主人了，一定洗心革面，好好做狗。算你识相。林老板，太感谢你了。不客气，他只是缺乏一点适当的引导，以后如果再犯，随时送回来教导。那我们先走了，林老板辛苦。那个，早啊。你怎么来了？狗又出问题了？
没有，他挺乖的。我就是顺路买的早餐，正好买多了，给你带了一份。谢谢。不过你家住城东，我这在城西，这路顺的挺别致啊。主要是我家芝麻糊说他特别想彪哥了，死活要我带他过来看看。彪哥，我给你带了我私藏的极品骨头。那进来坐会儿。好。沈总，你这堂堂 IT 精优，天天跑我这里免费做保洁，你们老板知道吧？老板不知道，但我家狗知道。他今天又闹着要来找彪哥学习先进思想，我没办法，只能带他来了，顺便帮帮你。这个借口你这星期已经用过3次了，还有狗不吃饭，狗又乱叫。其实借口都不重要，我就是想过来看看，顺便帮帮忙。我用空闲时间给你写了个客户管理系统，以后店里的账目、宠物的档案、疫苗接种提醒都在这里面，一目了然。天哪，这也太专业了吧！沈玉，你帮了我大忙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。真想谢我，今晚请我吃个饭。好啊。吃，别饿死了。彪哥，这小子天天来献殷勤，我看他是图谋不轨啊！要不要我今晚去他家给他点颜色看看？闭嘴，你懂什么？这小子虽然看着笨了点，但对默默还算用心，会做饭，会挣钱，还会玩电脑。是，彪哥说的对。哼，勉勉强强算是配得上我家默默吧，算他暂时过关。要是敢欺负默默，我第一个抓花他的脸。林墨，你稍微往那边移一点，别让灰尘掉你身上了。好，知道了，你小心点啊，梯子不太稳。别怕，我在。怎么突然停电了？应该是外面风太大，把线路刮断了。你在这里别动，我去找蜡烛。好了，这下能看清了。好久没有过这种被人护着的感觉了。林墨，我送你回家吧。谢谢你今天送我回来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林墨，其实我……没事，早点休息，晚安。晚安。林墨，其实昨晚我有话和你说，你知道吗？其实，在遇见你之前，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怪物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半年前，我突然开始能听见各种动物说话。有时候，看着那些猫猫狗狗在路边聊天，我觉得自己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。但是，直到那天我走进了你的店，遇见你之后，我才知道我不是一个人，还有你懂我，可以和我分享这些事情。林墨，我喜欢你，不是因为我们是拥有同样能力的同类，只是因为你这个人，你经历了那么多痛苦，却依然坚强、善良、温柔。是你让我觉得，能听懂动物说话是一件很幸运的事，因为它让我遇见了你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一个人扛着所有的痛苦，原生家庭的。不久才接电话，什么时候往回打钱？
你弟弟还等着这笔钱交学费，你想干什么？这姐姐当的这么没有责任呢？抑郁症的折磨，失语症的恐惧。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会在深渊里一个人走下去，但是他出现了。他懂我的满身伤痕，和我一样有着不能说的秘密。他愿意站在我身边。我也喜欢你。太好了，我太好了。哼，咪果然没看错人，这下默默终于不用那么累了。太好了，这小子上位了，以后天天有人给我抓老鼠吃了。太感人了，说不定他就是能制裁那臭猫的人。哦耶！先歇会儿，喝点蜂蜜水。好甜。这俩人又在秀恩爱了，简直没眼看。甜甜甜！自从他辞职加入基地，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。小王子驯服了狐狸，从此麦浪的颜色就成了狐狸头发的颜色。他怎么还敢找来？没事，有我在，别怕。死丫头，终于肯接电话了！你弟弟下个月要买车，50万。你那个什么破宠物店不是挺赚钱吗？明天赶紧把钱打过来。林默不会出钱。你是谁？林默还找了个男人是吧？那正好，这钱你出吧，不给钱我去你们店里闹。好啊，你大可以来试试。有我在，不会让你受委屈了。哪怕天塌下来，我也替你顶着。我早就不怕了。林老板，我真的快崩溃了，这猫我养不了了。别急，慢慢说。他怎么了？咬人还是拆家？它不拆家，但天天晚上12点准时跳到我胸口，贴着我耳朵怪叫。我现在一闭上眼就是它阴森森的叫声，我都要神经衰弱了。我那是在哄他睡觉，他怎么还吓哭了？你给他讲了什么故事？我说那个老头半夜从土里爬出来，找不到自己的头。停！这都什么阴间睡前故事？你从哪儿听来的？我以前在公墓流浪啊，听扫墓的人说的。我看他天天失眠，好心给他讲故事催眠嘛。是这样，他以前在墓地待过，听多了扫墓人的八卦，他其实是看你失眠，想用他觉得最精彩的故事哄你睡觉。哄我睡觉？用鬼故事？他只是个没有边界感的猫头，今晚给他准备点猫条，告诉他你想听童话故事就好了。我知道了，我回去试试。林老板，你们这接不接心理矫正？我这狗疯了！让他分手5个字！那个绿茶就是看中了他的钱。你看他天天这样嚎叫，我只要一给我女朋友打电话，他就在旁边鬼哭狼嚎，还咬断了我女朋友的2个名牌包。他是不是嫉妒我啊？我嫉妒啥？上周那个女的带别的男人回家，我亲眼看见的。那个帅哥，这狗没疯，它可能是在救你。救我？兄弟，你最近是不是经常给你女朋友转账？但她总是找借口不让你去她家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家狗说的。他说你女朋友上周带了别的男人回去，他咬断包，是因为那个包就是别的男人买的。我这就回去查。那个小伙子走的时候脸都是绿的。还有那个听鬼故事的女生，猫猫能有什么坏心思呢？只是想让她睡个好觉而已。
你怎么还不求婚？赶紧求婚啊！你懂什么？我在找一个完美的时机。你看看你那怂样，买个戒指藏在杂物间那个破鞋盒里1个月了，还不敢拿出来，废物！你再骂，今晚没肉吃。林默，告诉你个秘密，那小子买了个亮晶晶的圈圈，藏在杂物间第3排架子的鞋盒里了。真的呀？谢谢点点告诉我，真是个好孩子。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鼓起勇气。沈宇，怎么不开灯？好可爱！沈宇，怎么不开灯？好可爱！林默，我原本准备了很长一段词，但现在脑子一片空白。我只想说，遇见你，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。你愿意让我一辈子保护你，陪在你身边吗？这小子总算干了件人事。林默，嫁给我吧！我愿意。他答应了，林默答应嫁给我了。结婚，发喜糖！要是这小子敢欺负默默，我就抓花他的脸。我跟你们说，林默马上就要和我结婚了，她要成为我名正言顺的老婆了。知道，沈哥你都念叨800遍了。你们不懂，我们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长得帅。因为我们俩都能听懂这世界上所有动物说话，你们信不信？我连那只烤串上的蝉蜕说话都能听见。信，沈哥会超能力。来，走一个。你少喝点，又开始胡说八道了。我哪有胡说八道？曾经我以为我的人生就这样了，被困在原生家庭的牢笼里，在黑暗里一个人走到头。死丫头，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？什么时候往回打钱？你弟弟还等着这笔钱交学费，你想干什么？这姐姐当的这么没有责任呢？好困啊！但现在我有了视我如命的爱人，有了生死相依的动物家人，有了属于自己的事业。原来老天给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，真的会给你打开一扇新的窗。Ladies and 乡亲们，现在有请全世界最漂亮的新娘和最好运的新郎入场。今天我可是胸花。你别动，我肩膀痒。请戒童登场。小子，戒指拿去，以后敢对他不好，我这双爪子可不认人。放心吧，老大，绝不让你失望。现在新郎可以亲吻新娘啦！默默，我们结婚了。结婚了。以后我们再也不是孤单一个人了。是啊，再也不是一个人了。醒了，去洗漱吧，马上就可以吃早饭了。今天做了你最爱的海鲜粥，好香啊！沈大厨的手艺真是越来越精湛了。咪的顶级三文鱼罐头呢？搞快点儿，饿瘦了咪唯你是问。姑爷最帅了，给小黑也整点活鸡胸肉呗，要5分熟的，口感好。少不了你们的，这就给你们拿。蠢狗，你又打扰咪睡觉，太阳晒屁股了还睡。张大爷家的猫狗又开始吵架了。哎，我那抠门主人又给我买临期打折狗粮，吃的我牙糖都快起茧子了，真是造孽啊！
原来这个世界这么热闹，充满了生机。都给咪排好队，不许乱跑，谁敢弄脏了垫子，咪赏他一套军体拳。啊，这该死的阳光，这美妙的温度，简直是蛇生巅峰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这么帅的鹦鹉吗？这鸟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别跑！我堂堂智商第一的边牧，今天要是抓不到你这只小虫子，我以后在狗界还怎么混？以前总觉得世界很冷清，现在能听懂他们的声音后，发现世界其实热闹得很。是啊，以后每个周末，我们都带他们出来玩。有了这个网站，收养流浪动物就方便多了。小祖宗，你别乱动了，水都溅我一身了。坐下，乖乖洗澡，洗完了有顶级牛肉干吃。真的吗？早说有肉吃啊！本王保证不动。林园长，您真是神了！这狗在家连它主人的话都不听，在您面前简直像个乖宝宝。默默，网站的基本架构已经搭建好了，这周末就能上线，到时候这些小家伙们找平养家庭就更容易了。辛苦啦，沈大工程师，有你在，这救助站的运转效率翻了1倍呢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位于本市最大的宠物中心，这里的动物乖巧的令人难以置信。别插队啊，惹火了点点老大，我们又要去卫生间接受军体拳洗礼了。林小姐、沈先生，你们的基地现在名声大噪，很多人慕名而来，不仅是为了训宠物，更想知道你们到底有什么魔法，能把最烈性的宠物都训练得这么听话。其实没有什么魔法，我们只是比别人多了一点点耐心。对，动物也是有感情的，只要你真心对待它们，它们就能感受到。这就是我们唯一的秘诀。原来是用爱发电，真是太令人感动了。什么用爱发电？是咪的拳头够硬，不听话的统统打服。愚蠢的人类！点点，你给我闭嘴！别破坏我苦心经营的人设。你们看看我家2号被挠成什么样了！我就带他在街角溜达，你们家那只带着一帮小弟的猫冲出来就是一套组合拳。我什么都没干啊，我就是多看了一眼路边的小母狗，那只猫大王就说我长得太猥琐，影响市容。大哥，真对不住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家那只猫最近有点过于活泼。这是2000块钱医药费，您先拿着带狗去包扎一下，买点好吃的补补。管好你们家的猫，这简直就是街霸。哼，没用的人类。那只蠢狗企图调戏良家狗，咪这是在替天行道。你还有理了？这周已经是第3个找上门的了，你是不是打算把附近这条街的狗都揍个遍？喵的江山，喵当然要每天去巡视，谁敢不服，打断他的狗腿。你再这样，明天断你的小鱼干！喵，主人最好了，咪下次轻点打还不成嘛？这猫毛色也不怎么样嘛，长得一副穷酸样，还卖这么贵。你们这破店到底会不会做生意？看什么看？你才穷酸，你那张玻尿酸打多了的脸才难看，买不起就赶紧走！你们这鸟怎么骂人？太没素质了！叫你们老板出来！对不起，女士，这只鸟它前主人是个混混，它这是应激反应。什么破地方？我再也不来了。秃子，你再把客户骂走，就把你拔光了炖汤！切，人类就是听不得实话。我这是帮你筛选劣质客户。哎呦，怎么回事？这洞怎么变小了？小黑，你最近是不是吃太多了？你这腰围都快赶上大腿了，还以为自己是以前那条小蛇呢。肯定不是我胖了，绝对是裤子缩水了，我的蛇生尊严全毁了。好了，明天开始，小黑的鲜肉减半，必须强制减肥。苍天啊，饿死蛇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沈宇，怎么了？我突然想起了以前。那时候我觉得人生真的没有任何意义，每天睁开眼就是无尽的内耗和痛苦，活着
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折磨。神宇，你说，如果那天下午点点没有抓那只老鼠来救我，我真的那样做了，会怎么样？不会有这种如果，点点不会不管你的，而且还有我呢。但是现在，我看着这些星星，听着小家伙们的呼噜声，我突然觉得活着真好。我相信宿命，这个世界上能听懂动物说话的人有几个？两个这样的人，就像茫茫宇宙中频率相同的两颗星。是啊，我们注定是要相遇的。城郊桥洞淹水了，很多小猫小狗困在水里出不来，现场义工人手严重不足，请求支援。城郊桥洞的流浪动物窝点被淹了，务工群里在求援。我去叫2个书手义勇，你去车上拿救援笼和干毛巾，我们现在就走。咪也去，咪要去救小弟们。外面雨太大了，你乖乖在家看家，守好基地。咪是老大，哪有小弟泡在水里，老大在家蹲的道理？默默，你是不是瞧不起咪？行，带着你，但不准乱跑，跟紧我。这破雨下的跟老天爷泼洗脚式似的。太皇太后，奴才也去搭把手。嘎，都别急，我来找你们了。里面还有个小的卡在石头缝里，叫都快叫不出声了，快去救命！小心点，他腿好像有问题。好小的一只咪，给你吃，吃了就有力气了。皇上，奴才上次碰一下您的小鱼干都要挨200拳。他是伤员，你以后就叫板凳了。以前打遍小区无敌手的彪哥，现在成带娃奶爸了，说出去丢不丢猫？林姐，出怪事了！城东桥洞和老小区那几个定点投喂的流浪猫点，连续3天猫粮都没动过，10几只常来的流浪猫一只都不见了，全部不见了。对，而且小区居民反映，后半夜总看见一辆银灰色的无牌面包车，车上的人拿着网兜和铁夹子，专抓落单的猫狗，是盗猎。找到了，每次深夜出没，最后都开往城郊废弃冷库的方向。天不亮再出来，窝点肯定在冷库里。那我们赶紧报警。只有1辆车没有实据，不好立案。我们先去踩个点，确认里面是被盗的猫狗，再抓现行。咪也去，咪去揍那些抓猫的坏人。我们去就回，这次不能带你去。真的是他们，里面到底有多少只？得赶紧。你们俩鬼鬼祟祟在这干嘛呢？真的是他们，里面到底有多少只？得赶紧。我们只是路过，找错地方了，这就走。路过，当我们瞎呢？这几天就觉得有人盯着，果然是来多管闲事的。还想报警？我看你们是活腻了，把他们扔进去关着，等天亮这批货一起拉走。别怕，我们先稳住。点点他们见我们不回去，肯定会找来的。不对，这么久没回，肯定出事了。皇上，奴才跟您去，定把太皇太后和幻上皇平安救回来。全体都有，跟你走。天一亮就把这批货装车运去邻省，能卖好几万。是点点。什么东西？敢动我们家的人，我把你们啄毁容！哎呦，哪来的死鸟？默默，咪来救你了！太皇太后，奴才救驾来迟。有蛇啊！救命！敢欺负咪的人，活腻歪了！这是什么情况？是我的猫救了我们，还有仓库里被拐的所有流浪猫狗。
默默，这批救回来的300多只猫狗，重伤的已经送去合作医院了，剩下的轻伤和健康的都在这儿。辛苦了。绝育和驱虫的排期做好了吗？做好了，分了5批，明天开始分批送到诊所。领养的系统我也升级了，增加了实名认证和回访追踪功能。这么多流浪猫狗，赶紧给他们找到靠谱的家才是正事。我已经筛掉了好几份填得很敷衍的领养申请。看着他们重获新生，感觉这几天熬的夜都值了。是啊，总算告一段落了。欢迎来到见义勇为表彰大会。李女士、沈先生，你们长期坚持公益救助，这次又冒着危险协助督察断掉犯罪团伙，真的非常了不起。这是市里特批的专项扶持资金。谢谢领导，我们会把这笔钱全用在流浪动物救助和反盗猎宣传上。还有这些小家伙们，都是当之无愧的小英雄啊！林老板，听说你们打算发起一个新项目？是的，叫微光守护计划。我们会招募社区志愿者，普及反盗猎知识，教大家如何合法取证、报警，保护身边的流浪动物。林老板，有件事儿想麻烦你帮帮忙。王主任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咱们社区3号楼的张桂兰奶奶，就是天天牵大黄狗遛弯的老太太，前天突发昏迷，入进了医院，儿女都在外地，最快下周才回。张奶奶，我记得那只老黄狗叫阿福。可不是嘛，老太太进医院后，那狗一口东西都不吃，邻居喂了2次，她看都不看，就趴在门口守着，再饿下去怕是要出事儿啊。我知道了，您带路，我现在就去接她。阿福，奶奶生病住院了，我一会儿带你去见她，好不好？阿福，吃一口吧，饿坏自己了怎么办？我担心主人。喂，老黄，你不吃饭，怎么等奶奶回来？奶奶回来看到你饿瘦了，该伤心了。这才对嘛，明天就带你去找奶奶。李女士，医院规定不许宠物进病房，这实在太为难我们了。护士长，阿福疫苗齐全，很干净。张奶奶住院后一直没醒，她是奶奶相依为命的家人，也许阿福能刺激她的意识。拜托您通融10分钟，就10分钟。只给你们10分钟。阿福乖，奶奶听到你叫他了，他很快就会醒的。醒了，奶奶真的醒了！阿福干得好，主人醒过来了。林老板，真是谢谢你了。医生都说是奇迹，我这老婆子没啥本事，就会蒸个包子，你别嫌弃。您太客气了，阿福天天盼着您好起来，他才是最大的功臣。阿福是我老伴儿走后陪我最久的，以前觉得一个人过日子熬一天是一天，现在啊，看着他，日子就还有奔头。林老板你好，是王主任介绍我们来的，这是我儿子刘浩，查出来自闭症，不爱说话，也不理人，我们去了好多机构都没用。王主任说动物可以治愈，让我们来碰碰运气。不用拘谨，你们带孩子随便看看。他从来不会主动去碰什么的。配对成功。猫，刘浩，你刚才说话了？妈妈。林老板，我们带他看了好多医生，做了好多康复训练，他都不肯开口。没想到，居然跟一只小猫说话了。谢谢，
太谢谢你了。是他自己愿意敞开心扉了，板凳只是刚好陪在他身边而已。再见。沈宇，今天看到刘浩开口，我心里特别触动。原来小动物的陪伴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。当初你不也是被点点和黑王他们一点点从泥潭里拉回来的吗？是啊，我也是这样被拉回来的。喵的人漏水异响了，喵不会修，你要是修不好，喵就咬死你。黑王没骗我，被他缠着真的好舒服啊。太皇太后，以前主人最喜欢我抱抱他了，无论他多么不开心，这么抱一会儿，他都会笑出来。瞧瞧，我的老伙计，你的力度简直像老奶奶的咀嚼肌，你这只愚蠢的土拨鼠！是啊，我曾经也是连话都说不出来的人，现在这些小生命又去治愈了另一个困在壳里的小孩。那是，奴才可是3代单传的修人手艺。太皇太后，奴才是不是立大功了？要不要赏奴才2只小老鼠？要赏也得先赏鸟爷，要不是鸟爷，我天天在这儿活跃气氛，这小孩能愿意来？吵什么？都有份儿。如果能让更多被困在情绪里的人都感受到这份陪伴的力量就好。沈宇，我想做一个公益项目。我想专门给抑郁症患者、独居老人还有特殊小朋友开放一个区域，让小动物陪着他们，不收费，就是免费让大家看看猫、摸摸狗、说说话。你觉得可行吗？好啊，我支持你。可是这事儿挺费精力的，还要保证小动物和人的安全，会不会太麻烦了？麻烦怕什么？能帮到人的话，不是很有意义吗？我们慢慢规划，选温顺的动物上岗，安排专人看着，不会出问题的。而且，你忘了黑王和秃子了，一个物理降温平复情绪，一个骂醒内耗，这不都是现成的疗愈大师吗？今天我们要选拔第一批参与疗愈的小动物，要求性格温顺，不咬人，不怕人，喜欢跟人亲近。咪是第一个，你要当馆长。好，点点第一个入选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们疗愈屋的名誉馆长。咪办事，你放心，谁要是敢来捣乱，咪就揍他200拳。馆长最大，但是馆长要负责维持秩序，绝对不能随便打人，知道吗？太皇太后，奴才第2个报名，奴才当首席安抚官。谁要是心情不好，奴才就缠上去，冰冰凉凉，保准他立马就舒服了。你个没毛的长条虫也敢抢风头？那鸟我必须当首席开导师。有了这份计划书，事情容易多了。免费疗愈，希望这个计划能够照亮更多人。还是你们这儿热闹啊，家里太安静了，听着你们这些小家伙的声音，心里才不空。年纪轻轻耷拉个脸，跟谁欠你800万似的？你骂我？骂的就是你，赔点钱就要死要活的。你看看外面垃圾桶里翻剩饭的流浪狗，人家捡垃圾都能活得贼拉起劲儿。你个4肢健全的大老爷们儿，在这儿矫情个什么劲儿？呸！嘿，你这破鸟嘴还挺毒，我今天还真跟你杠上了。老板，你别说，你家那只破鹦鹉骂的还真在理。他平时嘴就没个把门的，没真气着你吧？
气什么呀？我钻了快1个月的牛角尖儿，被他一顿狗血淋头的痛骂，我忽然就通透了。大不了从头再来呗，只要人活着，多大点事儿。短短1周，疗愈屋的口碑就传开了。每每看着他们脸上慢慢浮现的笑意，我无比笃定，这件事我做对了。你好，这里是宠物培训基地和毛孩子疗愈屋。林老板，我是郊区警犬基地的周训导员。我听说你们那儿能照顾年纪大的狗狗。是的，您那边是什么情况？我们基地有只退役犬叫烈风，今年10岁了，相当于人类70岁。年轻时立过功，一身伤病，有关节炎，够口也不好。他天天闷闷不乐，我们看着难受，想送去你们那儿试试。没问题，您送过来吧，我们一定好好照顾他。这就是烈风吧？他年轻的时候可威风了，抓过好多坏人，现在老了，不爱动了。希望来了这里能让他开心点儿。您放心，交给我吧。你好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不麻烦，你呀，来了这里就好好享受吧。你能听懂我说话？走吧，你的新伙伴在等着你呢。新来的老登块头挺大啊，是不是想抢咪的老大位置？喂，老黑，给你吃。没想到皇上也有主动给新员工示好的时候，真是海纳百川，胸怀天下。你这是体恤下属，闭上你的嘴！力道重不重？关节炎就得经常热敷和按摩，这样阴雨天才不会疼得睡不着。这里真好。有危险！我操，怎么还有没睡的狗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救命啊！这还是烈风吗？老伙计，你好久没这么精神了。在基地的时候，他天天蔫蔫的，我都怕他熬不过这个冬天。他之前只是怕自己没用了，昨天晚上他还抓了个小偷呢。现在他知道自己还能看家护院，自然就精神了。老大说的对，对烈风来说，这里是他的新战场，也是另一个家。默默，这饼干我都分好袋了，一会儿谁来领养就送一袋。谢谢张奶奶，这饼干太香了。猫猫贴纸，看这架势，今天来的人肯定不少。是啊，希望这些小家伙都能找到好人家。我们的领养要求是不弃养、按时打疫苗，并且接受定期的视频回访。只要你们能做到，随时可以带它回家。一定一定，我们连猫爬架都买好了。哎呀，皇上您看，这些两脚儿都是来领您的子民回家的，这下他们都有新家了。
切，有新家有什么好的？外面的两脚大靠得住吗？有喵这个老大在基地罩着他们不好吗？算这只两脚20项。林老板，我们想领养板头，可以吗？你们确定吗？刘浩跟他特别投缘，这孩子以前什么都不关心，现在每天都在家里念叨着小猫。我们夫妻俩商量过了，决定收养板凳。我会保护猫猫。板凳就交给你们了，以后遇到问题随时来找我。到了新家不许调皮，听见没有？要是被欺负，你就跑回来找咪带兄弟去抄了他的家，给你撑腰。咪会听你的，乖乖的。刘浩不会欺负咪的。皇上，您这架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您这是要嫁女儿呢。要你管？这是遣散费。谢猫猫。一共领养走多少只？17只。看着这么空，突然有点舍不得。是啊，我也舍不得，但是现在又多了好多人爱他们。领养了年糕的陈先生。喂，陈先生，是小土狗年糕有什么情况吗？林老板，对不起，年糕我可能养不了了。怎么了？是它咬人了？不是的，它特别乖，是我的问题。我上周被裁了，经济拮据，实在没办法养下去了。对不起，我知道我这样特别不负责任。没事的，你别自责。养宠物本来就需要经济基础，你方便的话把它送回来就行，我们不会怪你的。他晚上睡觉喜欢挨着人，麻烦你们再给他找个好人家吧。这些狗粮给他留着。等一下，你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？要是你不嫌弃，我们基地刚好缺个后勤人员，管吃管住，工资虽然不高，但够生活。你要不要留下来试试？这真的吗？真的，明天就可以来上班，刚好年糕也不用换主人了。谢谢你，林老板，谢谢你，我一定好好干。你呀，总是这么心软，招个人的决定做得这么草率。这不是心软，谁都有走投无路的时候，能拉一把就拉一把吧。当初我最难的时候，也是被拉了一把的，只不过拉我的是一只脾气暴躁的小猫而已。程序那件事儿给你这么大启发？我在领养项目里加了一个兜底政策，如果领养人后续遇到经济困难或者不可抗力实在养不下去，可以随时把宠物送回来，而且不用有心理负担。我们甚至可以提供兼职机会，接济宠物用品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工作量会成倍增加，甚至还会遇到一些钻空子的人。肯定会，但我不想让领养变成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。很多人退养不是因为坏，只是真的走投无路。要是我们把门槛卡得太死，
把退养的人都当成十恶不赦的坏人，反而会让更多真正喜欢小动物的人不敢领养。好，都听你的。我这2天加个班，做个领养人档案系统，把后续的跟进和回访流程自动化，尽量减轻你的负担。沈大程序员出马，我可太放心了。感谢豆弟，终于敢领养了，这才是真正的救助机构。太皇太后简直英明神武。想当年奴才在外面流浪挨饿的时候，要是有人愿意给奴才一口残羹冷炙，奴才也不至于去偷吃，最后被皇上抓来挨揍啊！合着你现在是在怪喵当初抓了你？不敢不敢，奴才绝对没有半点怨言。奴才要谢皇上把奴才抓回来包吃包煮，奴才能伺候皇上和太皇太后，是奴才8辈子修来的福分，奴才感恩戴德，肝脑涂地。你个没骨气的臭长虫！死秃子，你懂什么？这叫情商。这帮家伙真是一天不折腾就浑身难受。林老板，我们机构关注你们基地很久了，你们这种用动物进行心理疗愈的模式非常有创意，而且效果出奇的好。谢谢刘总认可，我们只是做点力所能及的事。是这样的，我们机构旗下对接了好几家养老院，很多孤寡老人非常需要陪伴，我们想跟你们达成长期合作，定期带小动物过去做探访疗愈，您看可以吗？费用方面，我们按照市价给。没问题，费用不用按市价，算公益价就行。能让疗愈的力量走到更多需要的地方，是我求之不得的事。咪的，都给咪精神点儿，不许给默默丢脸。谁敢惹事儿，回去扣罐头。哎呦，这么多小动物，这大狗真威风啊！舒服舒服。真乖呀！我以前也养过一只猫，后来搬来这里就再也没见过了。这小家伙真有意思，凉丝丝的，比空调还好使。老爷子，您眼光真好，奴才这身板制冷效果那可是嘎嘎的。您要是喜欢，奴才给您盘个中国结。爷爷好，奶奶吉祥，祝爷爷奶奶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。为了2个核桃，鸟爷我算是把尊严都卖了。果然，他们总能带来快乐。这姑娘预约备注上写着情绪濒临崩溃，想找个地方待一会儿。看这状态，精神已经被压榨到极限了。哭哭哭，就知道哭，年纪轻轻的，哭哭啼啼像什么样？别人欺负你，你就骂回去啊！躲在这儿掉金豆子算什么本事？能不能硬气点儿？谁欺负你了？你告诉鸟，鸟帮你骂他。对不起，我也不想这样。我刚毕业进公司，主管天天职场霸凌我，逼我背黑锅，同事也排挤我，导致我整夜睡不着觉。我觉得我特别没用，谁都能踩我一脚。看着我，你不是废物，错的是那些利用职权欺负你的人，是那个恶劣的职场环境，绝对不是你。工作只是一份谋生的工具，如果它让你不舒服了，那就炒了它。天大地大，总有能容得下你的地方。大不了来我这儿给动物铲屎，包吃包住。我明天就去辞职，这就对了，去给那个老板一个大批斗。嘎，软柿子，您今天又看我不顺眼啦？鸟我看你这窝囊样就来气。秃子，你少说2句。林姐，
没事儿，鸟爷骂得对。林姐，我已经辞职了，真的。昨天我直接把辞职处拍主管桌上了。哼，算你这女人还有点救。太好了，不过你接下来打算找什么工作？我学的是护理，可是我真的不想再去那种压抑的医院或者诊所了。我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。小夏，你如果不嫌弃的话，要不要来我们基地工作？啊？我们基地越来越大，刚好缺一个负责宠物日常护理和健康监测的专业人员。你学过护理，专业很对口。不过这里工资可能没有外面高，而且干起来会很累，脏活累活不少。我不怕累，也不嫌工资低，我特别喜欢这里的氛围，喜欢这些小动物。林姐，我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欢迎加入毛孩子疗愈屋。新来的打杂的，给鸟爷弄点好吃的瓜子儿。想吃自己剥。我现在可是主管宠物健康的，你再吃那么多瓜子就要脂肪肝了。今天只能吃蔬菜配方粮。放肆！你敢克扣鸟爷的口粮，反了你了！就克扣，谁让你天天骂我？点点，善意这东西真的会一环扣一环的传下去。本大王教出来的鸟能差吗？失业3个月，每天晚上失眠，但是看到老黑叼着牵引绳在床头等我，我就觉得至少我还得带他去遛狗，遛完狗回来，好像又能再撑一天了。谢谢陪伴日记，看着大家的故事，我终于鼓起勇气去看了心理医生。怎么还哭上了？谁欺负我们林站长了？没人欺负我，我就是在看大家发的故事。沈宇，你做的这个陪伴日记板块真的太棒了，它现在成了一个超级温暖的树洞。我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用，最初只是想让领养人有个记录的平台，没想到大家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。你看着这些有什么感觉？我觉得我们不仅是在救助动物，更像是在搭建一座桥，动物在这头，人在那头，互相取暖。以前我总觉得自己是在整他们，可现在我才明白，其实是他们在治愈我们。沈宇，你说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？特别有意义。我的默默最棒了。又在这秀恩爱。好啦，点点，下次再也不敢啦。林姐，沈哥，不好了，旁边湖里有只小狗掉进去了。什么？快去看看！哎呀，这可咋办？冰太薄了，人上去肯定得掉下去啊！这小可怜，眼看就要沉了，没救了。沈宇，绳子，快找绳子！点点，给喵上来！点点会掉下去的。你上去冰就全碎了，我去拿梯子垫着。上来了，拉上来了！抓稳！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吓死我了，知不知道？小傻瓜！皇上，你可千万别有事儿啊！你要是有事儿，奴才可怎么办啊？这江山没您坐镇，得乱成什么样啊？嘎，蠢猫不是挺能打吗？怎么洗个冷水澡就趴下了？赶紧给鸟爷起来！点点，你看啊，冰坨也在担心你呢。大哥，吃了就不难受了。冰坨乖，点点哥哥现在吃不下，你先吃。默默，你看这个。我操，这猫是神仙吧？看哭了，万物有灵，小英雄快好起来！这是哪家基地？我要捐款。当时在湖边的路人拍了视频发到网上，彻底火了，转发量已经破了100万，大家都在为点点祈福。而且现在院子里堆满了全国各地寄来的猫粮、狗粮、抗生素、保暖窝，报名的义勇邮件系统都快卡宕机了。大家真的太好了。咪早就知道。点点，你醒了，退烧了。咪这么厉害，大家崇拜咪是理所当然的。是，我们点点最厉害了，是全宇宙最大的大英雄。皇上万岁！嘎，蠢猫没死，鸟爷今晚要高歌一曲。大哥，醒了。吵死了！再叫鸟要抽你耳光了！咋的？嘿，还敢还嘴！默默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当然记得，你当时牵着芝麻糊，一脸生无可恋，跟我说你家狗天天骂你。那时候我真以为自己是个怪物，天天活在自我怀疑和恐慌中，
直到遇见你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世界上不止我一个人这样。默默，谢谢你。你该谢的是点点，如果不是点点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，你根本遇不见我。瞎说，我们注定会相遇的。那时候我真以为自己是个怪物，天天活在自我怀疑和恐慌中，直到遇见你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世界上不止我一个人这样。默默，谢谢你。你该谢的是点点，如果不是点点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，你根本遇不见我。瞎说，我们注定会相遇的。又在撩喵呢，人类啊！让我们恭喜林默女士获得年度最佳公益爱心单位这个奖项。我只想说，感谢我的那一群小动物们，这份荣誉是他们的功劳。林女士，您的疗愈基地现在已经成了市里的温暖地标，请问是什么力量让您坚持做这些公益项目呢？因为我自己曾经被治愈过，我知道深陷黑暗，连呼吸都觉得痛是什么滋味。所以，既然我走出来了，就想给同样在黑暗里的人递一盏小小的灯。那您觉得动物疗愈最核心的魔力是什么？为什么它们能做到很多心理医生做不到的事？是真诚，因为动物们都有一颗真诚的心。来这儿坐一会儿，摸摸猫，感觉老寒腿都没那么痛了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这么帅的鹦鹉啊！再看交保护费。喵的，今天来的人有点多啊，累死本大王了。这帮两脚人真难伺候。辛苦我们点点大王了，晚上给你加罐头。网上现在都说我们这里是个魔法小屋，进去的时候带着一身疲惫，出来的时候心里满是软乎乎的暖意。哪里有什么魔法呢？不过是一群真诚的小生命和一群心怀善意的人凑在一起，互相取暖罢了。怎么会有这么小的猫在这里？林姐，我是小猴。去年冬天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，是你和秃子点醒了我，让我敢辞掉那份糟糕的工作。现在我在新公司做得很好，这4只小猫先麻烦你们一下，等我下班过来接。都是小不点。是啊，你要好好保护它们。对对，小白菜种这边，以后长出来了，给那些小狗加餐。休息会儿吧，这花园快成型了，想好叫什么名字了吗？就叫阳光花园吧，因为这里永远有阳光，永远有温暖。干活麻利点儿，那个光膀子的说你呢。你这鸟话怎么这么多？好浓的消毒水味，我这是在基地的医疗室吗？点点，为什么我听不懂点点说话了？不对，这里不是基地的医疗室。默默，你醒了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！你知不知道你昏迷了多久？你差点吓死我！沈宇，我这是在哪儿？你昏迷了1个月，那天我去你家找你，点点叫得厉害，敲门没人应，怕你出事。我敲开门的时候，你晕倒在床边，点点一直守在你旁边。我竟然昏迷了那么久，原来那一切只是一场梦，我根本听不懂动物说话。我想起来了，那天风好冷，我低血糖直接晕了过去。神宇，我做了个好真实的梦，梦里有条叫黑王的蛇，有只会说话的鹦鹉，还有30多只小猫。我们开了基地，做公益，我们还结婚了。默默，梦里的东西不全都是假的。黑王是我最近刚养的一条蛇，下次我带来给你看。你养的？对，还有那只说脏话的鹦鹉，是城郊救助站的明星。你上次路过，站在门口看了好久，跟我说他骂人的样子特别解压，你忘了吗？还有啊，你梦到的宠物基地是你一直以来的愿望，你不记得了？我的愿望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神宇，我要好好活着，我要把那个梦变成现实，
我要实现自己的愿望。奇迹，简直是医学奇迹！送来的时候整个人完全封闭，毫无求生意志。现在各项指标不仅好转，这眼神里全是光。林小姐，你这病算是彻底熬出头了。是，我熬过来了。那些压倒我的枷锁，全都被我砸碎了。现实里，我绝不会再陷进去。默默，你干什么？别冲动！神宇，你看下面，你看这人间多有烟火气！我要清醒热烈的活下去。好，我们一起活。我托朋友在城郊找好房子了，院子够大，够建一个巨大的阳光花园。你连房子都找好了？你说过的愿望，我会帮你实现。我陪你建基地，我陪你救流浪动物，我陪你一辈子。点点，神宇，那些抑郁的浓雾彻底散了。人间很好，值得好好活着。我的新生今天才刚刚开始。神宇，这是真的，不再是梦了。短短1年，梦里的一切全都活生生的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了。傻瓜，这全都是你的努力成果。走吧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小同志，你给我记清楚喽！这红格子的是给刚出生的小奶猫的，这厚绒布的是给那些老胳膊老腿的老年犬的，谁也不许弄混了。张奶奶，您放心，保证安排的明明白白。哎呦，老李，你可算来了！哎呀，老李，快看，左边是猫咪别墅区，右边是狗狗游乐场。咱们默默建的这基地，那绝对是全城头一份的敞亮。莫丫头，你来啦！张奶奶，辛苦你了。神宇，你快看，你亲手搭的木质凉亭，还有这些月季和绣球花，你连专门给蛇晒太阳的石头都准备好了。默默，那你觉得现在的花园跟你梦里的比，到底哪个更好？梦里的再好也是幻影，但现在我能闻到花香，能真实触摸到，这才是真真切切活着的滋味。沈鱼，你看，点点这霸气的样子，跟我梦里的彪哥简直一模一样。那可不，你再看那块石头上，这怂包黑王现在可是疗愈屋的首席安抚官，专治各种焦虑症。哇，凉丝丝的，居然一点都不吓人。看什么看？没看过帅鸟啊！秃子从救助站接来的秃头鹦鹉，咱们基地的首席开导官，专骂钻牛角尖的人，嘴臭心善，简直绝了。还有芝麻糊，梦里他骂你骂得可凶了。神宇，他们全都是真实的，带着各自的伤痕来到这里，现在他们全是我林墨最最珍贵的家人。走吧，默默，我们去揭牌。默默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揭牌！默默丫头，恭喜啊！你干了件了不起的大好事儿，这基地建起来太不容易了。以后在咱们社区遇到任何困难，你尽管开口，我老王第一个挺你。谢谢王主任。林总，这是咱们谈好的8家养老院合作协议，下周咱们就正式启动定期探访。你都不知道，那些孤寡老人们听说咱们的疗愈模式，天天打电话问，他们都盼疯了。辛苦你了。1年前的今天，我躺在病床上，那时候我以为我这辈子烂透了，但今天我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光要给这些流浪动物一个家，
我还要给所有跟曾经的我一样被困在无尽黑暗里的人，狠狠递上一盏最亮的灯。申宇，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，这一切真都实现了。默默，没什么不可思议的，这一切都是你的信念支撑起来的。对，是我的信念，是我支撑起来的。我把那些烂人烂事彻彻底底地清出了我的人生。是啊，你做到了，默默，你拯救了自己。是的，我拯救了自己，现在我还要拯救所有需要被拯救的人。我彻底新生啦！人，你终于不再做那些把你逼疯的噩梦了，喵真的把你修好了。人，你放心，喵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便不会让你再坏掉了。喵舍不得人再漏水了。